中国成了发达国家，美国要求中国赔偿发展中国家，而欧盟要求中美一起赔，这是什么道理？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少。前一阵儿，美国国会通过了气候条约修正案，将中国列入了发达国家。美国为什么要这么干呢？因为蒙特利尔议定书的基加利修正案约定各国一起减少 HFC 类氟利昂排放，发达国家要在2036年之前减少85%的 HFC 废气。中国和巴西等国是在2045年之前减少80%。美国想让中国更早地达到发达国家的执行标准，不管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的现实，直接将中国定位为发达国家。就在这几天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大会上，身为发达国家的美国被中国等发展中国家逼着要求他们兑现给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援助。为了应对气候变化，发达国家2009年在哥本哈根会议上承诺每年要拿出1000亿美元。现在已经过了13年了，直到现在，该承诺还没有落实。2020年，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提供的气候资金总额是833亿美元，而美国只提供了其中的30亿美元左右。你也可以理解为，美国是发达国家中表现最垃圾的那一个，而美国的玩法是提出附加条件，即中国也应该与发达国家一同出资，中国理应为任何此类基金提供资金，好像中国不赔偿发展中国家的话，美国也不赔。美国的这一提议目的很明显，分散发展中国家的注意力，或者说是用于分化发展中国家立场的外交技巧。美国为难的一点，不只是没钱，而是拜登政府想推动应对气候变化的资金投入，但是呢，他没有权。拜登前一阵重返气候变化议程的政绩，都是在白宫、参议院、众议院同时由民主党控制时期完成的。现在众议院已经被共和党控制了，以后就更难说了。为了解决应对气候变化资金方的困境，欧盟最近提出了一个妥协性的建议，将包括中国在内的门槛国家和新兴工业国家扩大为补偿资金的出资国，也就是要求中国和美国都出钱。马克龙就隐晦地指责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和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显然缺席了有关损失和损害的讨论。要注意一点，到目前为止，中国并没有对这个建议给出正式回应。要注意一点，欧盟说的可不只是要中国赔偿发展中国家，还包括多个新兴工业化国家。美国现在的玩法就比较尴尬了，拜登政府一边把减排当成是主要的施政方向，一边又不愿意承担作为发达国家的出资援助义务。而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一员，本身就有自己的减排任务，而且呢，还在积极的主动援助发展中国家。而欧洲国家在减排问题上又远远走在了美国前面，这等于把拜登政府架在火上烤。在未来的全球战略格局中，碳排放的控制权将成为重中之重。中美两国都发射了碳排放监测卫星，而欧洲则想通过碳排放定价权来增加其影响力，这是一场大国博弈的新战场。当前，欧洲的减少碳排放的努力因为俄乌冲突而受到打击，拜登政府则受到共和党的反对。只有中国正在通过新能源技术革命，在减排方面不断取得优势，包括在电动汽车、太阳能电池板、风力发电厂等产业方面。不过，中国要不要赔偿发展中国家的问题，这既是美国为了避免尴尬的一个托词，也是我们未来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在这里，只要美国尽到了出资的义务，只要其他新兴工业化国家
也在减排和援助方面采取行动。那么，中国也肯定会为世界范围内的减排工作贡献自己的力量，因为我们一直是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站在一起的，我们才是利益共同体。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和其他的发展中国家不能被美国分化了。当然，中国也有权利拒绝美国和欧洲的提议，因为道理很简单，现在可不是重写巴黎协定的时候。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